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掌握今天的头条消息，也就是今天关心到这一回高市早苗狂胜了，他破了修宪的门槛，他还喊说接下来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今天会关心会不会做非核的松绑，踩的是东亚红线。另外关心的是日元贬、日债跟金融会不会成为不定时炸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特别聚焦，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这一回掌握到了修宪的门槛，我们要来关心到说他喊说日本要变成的正常国家是真的吗？还是回到过去的军国梦呢？日本现在正式的走上极右路，极右派也等于左派正式灭亡了吗？东亚安全因此升温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川普。他公开的站队力挺日本的候选人，这个是巧合还是全球的布局？接下来如何影响到中日的发展，会直接对撞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日本的经济，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经济吗？还是日本将会面临三杀危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特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变天了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个修宪的。日本自民党因为一口气赢得了突破2/3的一个修宪门槛，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他接下来要怎么写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来做了。我们赶快来看到，那么高市早苗也不讳言的在公开谈论到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并且呢，先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这样子的一个言论，他认为，他已经透露说，高市早就已经说过了，即使身为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不会在意中韩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我们来看到，其实呢，在众院真的改选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经强调过了，他有意将日本的自卫队写入宪法的第9条，并且从去年11月份他就说过了，3份的安保相关文件他会做修改。工作从此刻开始，等于就是要重新来定义非核3原则了。专家亮子说，他说这可能会改变日本整体的国家形态。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现在日本的修宪门槛确定过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动非核3原则？刚刚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国家是真的正常，所谓的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会还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从军事角度来看，对整体接下来东亚局势会造成有多大的影响？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日本那他认为他不是正常国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国家不是他决定的，是美国决定的。那至于说，正常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呢，这个不是2选1的问题，而是它渐渐发展，也就是它的层次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决定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也就是美国要让日本，作为这个代理人哦，那这个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大概这2天呢，我们会从中国大陆，还有从俄罗斯，还有朝鲜，我们都可以听到类似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这种话语啊。其实，在前一任总统拜登任内，他就已经想要遏制这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这一个2023年的8月18号所谓的大卫营精神宣言里面，他就提出了有关于美国提供这个延伸威慑的部分。延伸威慑简单的来讲，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韩国这个核子保护伞，他希望日本跟韩国不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核分享。所谓的核分享，并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而是实际上来讲是美国进驻到它的一个核动力潜舰进驻到这些区域，但是实际上打
打破这个现实的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实际上来讲，他将这一个核潜舰的技术分享给韩国，那日本呢？日本一定会觉得，那我的那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是在韩国之上。既然韩国有了，那我为什么没有？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日本的话，我们现在等一会儿会讨论到有关于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这一个浓缩铀，美国就在那边叫得尬天正响。可是我们仔细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实它是有47公吨啊。那它要那么多的布到底是做什么？那它的目的很单纯吗？当然不单纯。那其实我们讲到军国主义，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就是将二战的这个责任呢放到阴暗的角落里头。所以他改教科书。那他改了教科书之后，所以年轻一辈的人都觉得我们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于二战，他们日本应该要背负的责任，甚至侵华的这些举措当中，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屠杀，如何的蹂躏中国人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意识这么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国是透过北韩，然后来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韩，那他自从他有了核武之后，他好像也没有这么强。那他后来他们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来当做一个假想敌。那另外他们就想要透过这一个提升自卫队的质与量。那我们讲到说，对于就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恶感啊，其实从最近的一个民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对于中国的感觉来讲，觉得不太好的占到了86.4%，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觉得不好的只有28.9%，觉得很好的是70.8%。那这一个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讨论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中年就是50岁以下的，其实都觉得台湾有事这句话没说错啊。这个也就是高市早苗为什么可以带着自民党直接跨越2/3门槛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讲，他一定会对于这个非核三原则有所更动，当然也可能更动他的一个战后宪法，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好，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现在其实比较倾向跟美国友好。那确实，外媒现在也针对日本未来的动向做了一个定义，说未来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对中国更强硬，对美国更靠拢。特别是川普在选前公开的力挺高市早苗。那么当然了，朝日新闻是直接开枪说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许多的媒体都直接讲说，美国总统这一次直接公开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选人是非常罕见的。那其实对于川普来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一直公开的力挺多个国家的候选人啊，或者是多个国家的总统等等，指导江山，这背后的目的，针对于日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中日接下来的关系如何发展？委员又怎么看？中日关系当然不会好嘛，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面对这个处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权好，那只是不要坏到哪里去而已。那第二个啦，我们来考虑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要跟中国好？他就先问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这个诱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说川普为什么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抗中保台亲美极右的政权，正是这个川普美国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当然要在选票最后关头里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让他的这个右派的选票不畏风雨出来，亲美右派选票不畏风雨出来投票嘛。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最近这个下大雪下得蛮严重，天气蛮冷的这个是有鼓励作用的啊。我们不能轻忽这个美国人日本人亲美的倾向，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帮助。其实也不要忽略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台积电也在最后关头帮助了高市早苗。因为高市早苗在选战过一直被批评你没有产业政策了你没有经济政策了。
千年万里都不如台积电出现。台积电你看，跟高市长们合开记者会，我要在这里盖这个高端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制造厂，3奈米的，跟美国一模一样。你看，整个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体，所有日本的电视啊，所有日本的宣传机器，全部都在报道这个消息。你说魏哲家对这个高市早苗帮助这么大，是谁叫他去的？是赖清德吗？还是川普？我们永远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这2个以外，还有人会叫他去哈。对，还是说魏哲家自己主动去了？这个当口是很明显的是在给高市早苗加分嘛。所以高市早苗可以说，我今天讲说捞了好几桶金了哈。每一样都是战术战略都成功。那未来的两岸关系，这个中日关系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国的啦。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继续演白脸，然后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脸，因为我们要遏制中国崛起。所以我经常跟中国大陆的朋友讲哈，你不要相信哈川普那一张嘴啊，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样，不能相信啊。为什么？他就是表面上，哎呀，习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是最伟大的领导人唯一的这个什么讲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实上他准备刀子他看不出来吗？一下子批准台湾什么援助10亿美元，2要求台湾编国防预算等等等，反正这个都准备刀子。而且日本是在这个他最好的工具比台湾还要好，为什么最好的工具？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抗中情节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而且日本你给他一点甜头。你给他再武装，那日本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不会，因为军国主义就是军部控制政府，这个事情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军队，拉拔军队，使军队变成这个亚太地区另外一个中型的军事强权。这会出现的，这会出现。那这个就是让这个中国大陆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把刀。那刀没有很厉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湾都可以变成一只小刀了，何况日本？这是美国的算盘是如此所以他为什么要插手让高市早苗得票更高一点？就是要碾压那些过去他认为不亲美的政权。好，我们刚刚就政治面做了一个分析。那针对于接下来日本的经济，我们也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其实高市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还包括在经济层面，他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的体质。那他压住的是在再通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说日元是可以贬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么，但是财政不能够停。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分析师在最近做了一个示警，说呢，现在日元对上美元可能会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创广场协议的新低。那么弱势的日元就可能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膨，消费者不花钱，本土的消费动能就会日渐的变低。那市场反应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债殖利率跳升，日元剧烈震荡，股债汇全部拉起警报。聂老师怎么看接下来日本的经济？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票选呢，高票当选。这个当然对日本的保守主义也是右派，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当然这个其来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右派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嘛，各国都一样，从川普哪里都一样。好，那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呢，这个虽然这个小赌，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会赢。他赢了之后，当然他对他所有的政策，当然就更大胆的敢去尝试，甚至你刚刚讲到，认为他应该要贬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为什么要认为他要贬值。哈，当然这也会使我想到安倍晋三当时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欧债危机时期，他丢了3支箭。第一个箭呢，就是大肆的丢 QE， 丢了50兆的这个日元。当时那个叫货币剑，其实还不错，做的还算成功。但是它的财政剑和社会结构剑，当然会又打倒了这个日本的经济。那不管怎么说，延烧了10几年，到现在高市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景气的一个循环。那这个景气循环未来会怎么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金融学家都会去分析啊。但国家在这个政治变局的时候，它的股市、债市汇市三者联动，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我现在也看了一下，从上个礼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涨了非常多，大涨。那当然从5.4万就跳到了5.6万多，表示短暂时期的日本大部分民众是心悦的，大家对这个认为是一种强心针，是往上的。
但殖利率并没有并没有好像说债券这个往上而殖利率下降。当然短波看不出来，当然可能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日本虽然短暂这个右派主义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胜权，重点是未来这个波动还是蛮高的。因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边完全下注的压住美国，他已经就是这死去压住美国，很多的国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国家能够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现在就是台湾、日本是最一面倒的靠向美国了。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会知道，所以债券人家不敢随便买你的国债，尤其是国债，所以国债你要升还蛮难的，所以殖利率会提高。第三个讲汇率啊。汇率有2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汇率跟刚才股债不太一样，股债一般是投资客或企业家可能会下注，产生的供需的变化，但是汇率是有国家可以操控的，因为国家有一支货币政策有2个手，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当财政政策是税率嘛，汇率的手国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国为什么会定所谓的什么汇率操纵国诸如此类的。当然，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因为高市说让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它为什么要倾向贬值？一个国家贬值叫做贬值救经济，或者降息救经济，降息刺激大家消费，贬值刺激买卖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他要用贬值救经济。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强？那除了它的当时的半导体不错之外，资本才不错的，最主要它东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要买。所以在广场协议1985年9月20号之前啊，这个时候它的汇率是极低，在260比1，那时候是日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再想一下，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大陆，它也是因为当时的汇改，在1997年7月2号啊。PEG 这个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号才松绑，这一段时间经过了这个 WTO 才大赚世界贸易财。他想这样走，当然我们也必须分析，以日本现在的经济，他如果这样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并不是这么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销售的。如果他真的让它贬的话啊，不是市场决定，是他要这样走，所谓丢这个货币多，然后来创造这个汇率贬值，用政府操控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通膨会，尤其输入性通膨会急速的升高，让人民的生活会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须思考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个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认为要把国家经济带起来，会让人民更痛苦，他将来螺旋式的旋转会让这个国家可能更惨，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现在看起来他想大胆尝试，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隐忧。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